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多家头部企业不但未能盈利，反而亏损幅度惊人，有的企业甚至每卖出一辆车就要亏损10万元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据最新数据显示，100辆比亚迪的销售利润才抵得上一辆法拉利。这种巨大的利润差距令人不禁质疑，看似蓬勃发展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否只是一个即将破裂的巨大泡沫。根据最新公布的财务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2大头部企业蔚来和小鹏在2023年累计亏损较为严重。蔚来汽车净亏损约16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25%， 小鹏汽车亏损约9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15%。 令人惊讶的是，这2家企业在2023年的销量虽然都有显著增长，但亏损仍然居高不下。以蔚来为例，2023年销量达到18万辆，但平均每卖出一辆车仍亏损约 10.7 万元人民币。小鹏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每辆车亏损约6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豪华车品牌如法拉利的利润率则高得惊人。据统计，法拉利每售出一辆车的利润约为8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00辆比亚迪汽车的利润总和。这种巨大的差距不仅反映了市场定位的不同，更凸显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这种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怪异现象，凸显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业内人士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研发成本高昂、补贴政策退坡、市场竞争加剧等。中国政府曾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仅2023年就发放了180亿元的补贴，涉及120万辆新能源车。然而，随着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坡，许多车企失去了重要的利润来源。2023年12月31日，持续了14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对于本就处于亏损状态的车企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各大车企不得不开启新一轮价格战。2024年7月1日，特斯拉中国宣布，购买 Model S 或 Model X 2款现车可享受5万至6万元不等的优惠。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连锁反应，中国市场上的几十家汽车生产商纷纷跟进降价。然而，这种恶性竞争只会进一步压缩车企的利润空间，加剧行业的亏损状况。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曾呈现爆发式增长。据统计，截至2024年3月，中国累计注册整车企业高达800家，成功注册的有600家。然而，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据中国汽车行业组织成联会2024年1月公布的数据，2023年仅有120个新能源汽车品牌有销售记录，其中60个品牌的全年销量不足1000辆。这意味着在短短3年时间里，超过 85% 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退出或正在退出市场。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是那些仍在坚持的企业，也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有报道称，在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所在地，街头巷尾、高架桥下、空置停车场中，常常可以看到大量崭新的电动汽车。这些车辆很可能是为了骗取补贴而生产的，根本没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在巨额补贴的诱惑下，一些企业铤而走险，采取各种手段骗取政府补贴。据报道，常见的骗补方式包括虚报车辆、虚报关键参数、回购电池等。2023年，中国财政部对120家车企的调查就发现，高达90家企业存在骗补行为。某知名车企曾在1年内虚报新能源汽车2500辆。还有企业将汽车卖出并获得补贴后，再从客户手中回购，
将电池拆下用于其他车辆，反复申请补贴。更高级的骗补手法是自产自销。一些车企将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卖给自己的下游租赁公司，借此获取政府补贴。这些车辆实际上并未进入真正的市场流通，只是用来套取补贴的工具。这些乱象严重损害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公信力，也让人怀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真实发展水平。有专家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可能是另一个比房地产还要严重的泡沫经济。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扩张，不仅在国内面临严峻挑战，在国际市场上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从欧美各国的高额关税到芯片禁令的升级，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与此同时，这个被誉为国家战略产业的领域，其发展模式和未来前景也引发了诸多质疑。近期，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限制措施，给中国新能源车企的海外扩张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2024年10月，欧盟成员国一致通过决议，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20% 的关税。这两项措施无疑会大幅提高中国电动车在这些市场的售价，严重影响其竞争力。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限制措施呈现出全球蔓延的趋势。2024年7月，巴西将纯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从 18% 提高到 25%， 并计划在2025年7月进一步提高到 40%。土耳其也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 50% 的额外关税。美国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2024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 100% 提高到 150%。这一举措几乎等同于将中国电动车彻底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的警惕和防范。有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大规模补贴被视为不公平竞争，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除了关税壁垒，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芯片禁令也给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据业内人士透露，电动汽车使用的芯片数量是传统燃油车的3倍以上。这意味着芯片供应的中断将对中国电动车生产造成致命打击。面对这一困境，一些中国车企不得不调整产品策略。例如，华为旗下的问界品牌不得不推出搭载高通骁龙芯片的车型，以规避美国的禁令。然而，这种权宜之计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影响车辆的性能和竞争力。更严峻的是，随着电动汽车向智能化、网联化方向发展，对高端芯片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如果无法突破技术封锁，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长远发展将面临巨大障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困境不仅影响整车制造商，还波及了整个产业链。从上游的电池生产商到下游的零部件供应商都深受其害。以宁德时代为例，这家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制造商，2024年第2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 60%， 创下上市以来最大降幅。公司高管在财报会上坦言，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率承压。同样遭受冲击的还有众多零部件供应商。据悉，许多供应商已经开始延长账期，有的甚至长达400天才能收到货款。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了供应商的现金流，还增加了整个产业链的金融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车企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压榨供应商的利润空间。有报道称，某头部新能源车企要求供应商降价 30%， 否则将被淘汰出局。
这种做法虽然可以短期内降低成本，但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在中央政府逐步退出补贴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住当地就业和税收，不得不出台各种措施来支持濒临倒闭的新能源车企。例如，上海、深圳和昌平等地区开始为本地新能源汽车买家提供每辆车2000至15000元人民币的补贴。然而，这些地方政府本身已经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为棘手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就业稳定，不得不继续支持一些早已失去竞争力的僵尸企业。这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还扭曲了市场竞争环境，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有专家指出，这种情况与当年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如出一辙。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新能源汽车行业可能会重蹈覆辙，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包袱。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大家觉得中国新能源行业还有救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让更多人看清中国的真相。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